超然霸权番咒术回战第2季终于上线，帅气与实力共存的五条悟居然变男主了。第2季前半段主讲的是高专时期的五条悟和挚友夏油杰的故事。彼时的五条悟还没有成为人们教师时那样的无敌是多么寂寞，但现在已经开始又狂又骚了。这一天，歌姬跟明明奉命去调查一间鬼屋，鬼屋以前是一家烤肉店的老板家，店长欠下一屁股债后无力偿还，就带着一家人自杀了。从那以后，那栋房子就变成了灵异经典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爱作死的灵异博主和大学生们，却没有一个能从里面出来。咒术界判断里面有咒灵作祟，就让歌姬和明明前去调查解决。这座鬼屋果然散发着阴森不祥的气息。两个人来到门口，歌姬惊讶地发现门被卡住了，用力才勉强推开了个缝，里面到处都是杂物和垃圾。明明捡起一根手电筒扔给歌姬，进入了房子内部。这房子看起来蛮大的，明明让歌姬去2楼检查，自觉地留在1楼，看看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歌姬就举着手电颤颤巍巍上了楼梯，穿过一段走廊后来到了尽头处的房间，小心翼翼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面正对门口的镜子和一根上吊绳，但里面并没有任何响动和异常。歌姬接着查看了其他屋子，最后在一间房子里看到了2张床，犹豫片刻后，心惊胆战地把光打在了床底下，下面竟然还真的有东西哦，原来是几只小老鼠。不过看到他们冲出来，还是把歌姬吓得不轻，赶紧把门关上。突然身后有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本就绷着一根弦的歌姬再也支撑不住，尖叫起来。明明吐槽他应该去演尖叫皇后，然而现在问题来了，明明根本就没有上楼梯，他一直在1楼检查，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这里。歌姬一直没有下楼，换句话说，他们应该是遇到了鬼打墙，而明明已经看见过3次周围这些杂物了。旁边的墙上就是他第一次看见这留下的记号。原来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进入了敌人设下的陷阱，目前也没有其他突破口，两个人只好沿着没有尽头的走廊继续行走。推测之前的受害者们应该也是被困入了这个结界，在精疲力尽之时被咒灵杀害。拥有这么厉害结界术的咒灵，一般本体实力不会太强，只要能逃出结界就是胜利。明明开始考歌姬了，问他打算怎么办。刚刚的半个小时他们也不是白走的，歌姬已经确定这条走廊会无限循环。他将明明的记号作为定点，然后记下次定点到这次定点之间的步数，发现4次步数完全的不一样，所以记号之间的距离是随机的，说明循环范围并不固定。那么结界应该是拼接而成的，他们只需要在走廊全速奔跑，那么就肯定会在某一点让整个结界崩塌。明明给出了90分的评分，因为有一点歌姬没有想到，如果拼接型结界的假设是正确的，两个人同时向2个方向跑，才更容易让结界产生破绽。事不宜迟，两个人背对背的同时跑了出去，很快结界开始崩塌，转瞬间整座鬼屋都变成了废墟，歌姬也被压在了废墟下面。紧接着一个讨人厌的声音传来：“我来救你喽！”没想到第2季的五条悟刚出场就把妹子气哭了，歌姬怒气冲冲指着五条悟说自己才不需要他救，结果下一秒身后就出现一只巨大咒灵，紧接着咒灵就被另一只更大的咒灵给吞了。救了歌姬的是五条悟的挚友夏油杰，不过这一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让五条悟不要欺负弱小，言外之意就是把歌姬当成了弱小者，这不比五条悟更气人吗？好在歌姬很快看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孝子，孝子跟五条悟、夏油杰是同班同学，歌姬哭着朝他扑了过去，让他千万不要变成那2个烂人那样的。说回到正题，歌姬和明明原本以为他们只进去了一小会儿，实际上已经过去2天了，所以上头才派五条悟和夏油杰过来营救。房子是被五条悟直接轰塌的，而明明的第一反应是这得算加班费呀。接着问他们几个账在哪里，3个人同时僵住了笑容。于是第2天新闻上就播报了那个房子发生了不明爆炸事件，这样的作用是防止咒术师干的事被普通人看到。没想到这仨一个比一个不靠谱，回去就要班主任叶娥正道给训了。夏油杰和孝子非常默契的把锅推给了五条悟，害得五条悟挨了叶娥一拳，跟2个同学吐槽这样这种事情根本就没必要，反正那些普通人啥也看不见，毕竟他们是咒术界的天之骄子，一出生就站在了咒术界的顶点，高和自负让他没考虑过其他人的想法。但他的挚友夏油杰不同，夏油杰平民出身，极具正义感，认为咒术是为了保护普通人而存在的，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，他们的咒术师就应该锄强扶弱，让弱者也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。五条悟可听不得这些大道理，还嘲讽这弱者才有的想法。2个人一言不合准备过2招，孝子见势不妙火速溜走，可惜2个人一触即发的战斗被叶娥给打断了。他交给这2位最强一个新的任务，保护并抹消一名新疆体少女。实际上这是天元大人亲自指定的，天元是咒术界负责支撑维护结界的不死术师，不死并不意味着不老，所以每过500年就要与合适的容器新疆体进行同化，不然就会肉体超脱进化成非人的存在。现在又要到同化时间了，新疆体也已经准备好是一名少女，然而在外界却有不少人不想让天元同化，打探到消息后纷纷盯上那名少女。根据高专调查，大概分为2批，其一是企图颠覆现今咒术界诅咒师团体 Q， 其二则是信仰并崇拜天元的宗教团体盘星教。盘星教崇拜的是纯粹的天元大人，所以不希望让新疆体这种杂质混入其中。不过星盘教大部分都是非属师，主要还得提防那个 Q。五条悟一边跟着外面的夏油杰通电话，一边进入大楼寻找那名少女。五条悟根本没有把这个任务放在心上，反正他跟挚友就是最强，区区护卫任务不值一提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就看到那栋夏油杰所在的那层炸了，夏油杰都是安然无恙，但少女从那楼上
直追了下去。夏油杰给五条悟收令之后，立刻破窗而出，同时召唤出了一只会飞的咒灵，成功击中那名少女。而敌人还留在之前的房间。与此同时，五条悟也遇到了外面的敌人，对方直接射出密密麻麻一大堆小刀，可惜那些刀在五条悟面前自动停下。随着他一步步走向那位 Q 的战斗员，刀也纷纷落下。就让这小子看看最强咒术师的实力吧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危险还没有展露出来呢。知名咒术师杀手伏黑甚尔也准备参与其中了。五条悟和夏油杰的最强二人组究竟有多强？敌对最强的战士撑不过2招。此时夏油杰已经悠闲的在泡茶了，身后的敌人这么的咒灵缠着要亲亲，因为夏油杰的术式是1000年难得一遇的咒灵操控术，凡是被他打败的咒灵都会听从指挥。敌人嚷嚷着他们组织最强的战士也来了，他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刚好这时夏油杰收到这照片，就问是不是这个人。上面最强的战士已经被五条悟揍了个鼻青脸肿。击中 Q 之后，武侠二人汇合，而那个名叫梨子的少女苏醒的时候，刚好在五条悟怀里。冷不丁看这么一大帅哥，竟然上去就是一拳。五条悟摸着脸不敢置信。夏油杰笑眯眯地告诉梨子，他们不是坏人，却也评价他也长了一张很会骗人的脸。于是，在梨子的贴身女仆黑井找过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自家小姐被2个男人拧成麻花的一幕。这小姑娘明知道自己是容器，居然还能这么轻松活泼。五条悟和夏油杰都非常不解，那是因为梨子并不觉得自己会死，他认为童话只是让他和天元合2为1罢了，他的意志、内心和灵魂都继续活在天元体内，这是相当光荣的事情。这李子闹着又回学校，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回高专把人保护起来最为安全。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被盯上了，但是天元大人想要满足新疆体的全部要求，五条和夏油杰只能把他送回学校了。其实夏油杰很能理解，毕竟过不了多久，这小姑娘就会永远沉在高专底部了，再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人朋友，肯定会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多跟他们相处的。然而下一秒，他派去监视保护李子的咒灵就出现了异常，有2只被扶除掉了。几人迅速赶到了李子的学校，现在是音乐课，学生们可能会在礼拜堂或者音乐教室，3人直接分头行动。五条悟去礼拜堂，黑井去音乐教室，夏油杰去对付扶除咒灵的诅咒师，一边找人一边思考这又是哪个势力。Q 已经被他和五条悟解决了，难不成是盘星教派来的？很快，他们在走廊遇到一个诅咒师，对方的2只式神一前一后守在身边，于是夏油杰也召唤出2只合同咒灵，这是式神使和咒灵使的战斗。一般情况下，这2种人都不擅长近身战，所以诅咒师非常自信夏油杰不会防备被近身。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出手，夏油杰就召唤另一只咒灵直冲而去，然而诅咒师却是顺势后撤，接着从外面绕了进来，破窗而入，跳到夏油杰身后，直接对着他后脑勺发动攻击。可下一秒，诅咒师的脑海中就突然出现了回马灯，他看到了自己曾经最喜欢的一只狗狗。当初父母嫌弃能看到奇怪东西的他，只有这只狗狗就在全盘接受。但很快，诅咒师就想起来，狗狗已经去世50年了，意识回笼后就是被夏油杰狂揍。没想到吧，连是近战咒灵使。另一边，五条悟也来到了礼拜堂，推开门大声喊了一声李子的名字。其他同学一看，我去，大帅哥，纷纷问李子这是他什么人。五条悟也在妹子热情的呐喊中摆着各种嘚瑟的 pose， 居然老师都悄悄给他塞了联系方式。而五条悟趁着他们为自己挣扎的时候，悄悄把李子给带了出去，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。为了不把自己的老师同学牵扯进来，现在只能离开了。不过学校里还有另外一个诅咒师在悄悄观察传说中的新疆体，好在黑井及时发现这个纸袋人，紧接着夏油杰也赶到了，一招就把纸袋人摁趴在地，但他们的反应却让纸袋人确认刚刚那个少女就是新疆体了，说完后就直接遁地离开。与此同时，五条悟也被一群纸袋人给围住了。夏油杰打来电话，把刚刚从老头诅咒师那里得知的消息告诉了他，有人在网站上悬赏3000万要李子的脑袋，截止时间到明天上午11点，这些人都是为了3000万来的。了解情况后，五条悟还是那副狂傲不羁的模样，杂鱼就算来一群也是杂鱼。这时地面上又钻出来一个纸袋人，现在已经5个了。五条悟抬手把2个纸袋人一前一后吸了过来，2个人在空中重重相撞，掉在了地上。但另外2个同时冲了上来，五条悟直接把李子给扔了出去，而那2人的拳头却停在他周围，无法向前哪怕1公分。这就是五条悟的术式无下限，是能够隔绝无限的屏障。他一拳一个把2人打翻在地，转眼间5个纸袋人只剩下最后1个。其实这5个人都是分身，本体可以随意切换到其中一具身体。五条悟是通过这双6眼对着对方术式的，6眼能够让他进行精密的咒力操作，完美掌握无下限术式。术式分为逆转和顺转，顺转的话就是把刚刚2个纸袋人吸过来那样产生吸力，反转则会产生超长距离大范围红光直线冲击气流。五条悟拎着李子让他保护好头，随后抬手将面前的玻璃墙震碎，面向最后一个纸袋人，10指个中指并拢，随着手腕的转动指向对方，术式反转呵。然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那就是无事发生。五条悟装了个大逼，大招就没发出来，只好靠拳头把那人打飞了出去。但这场刺杀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李子收到了一条短信，黑井被抓走了。